那麼我們看到這次伊朗戰事裡面，非常多的像什麼天然氣的油田就被打之後，我們就講全球的缺氣危機真的來了。結果你看到印度這個畫面，這在哪裡？我們看到這在印度的陶瓷工廠裡面，原本是很忙的生產線，那你看他們現在在幹嘛？他們在打板球，變成運動場了。是這個陶瓷工廠裡面應該咔咔咔咔咔的聲音，对不對？現在裡面也有聲音，但是咔咔咔在裡面，就像你講的打板球。為什麼？因為裡面已經沒有生產的產線啦。裡面的人呢，工人呢，他就只能找事情做，就只能打板球。因為我失業了，不然你的生產線停了，我只能打板球了。能源短缺，这個地方叫摩爾比。摩爾比是印度最大的陶瓷生產基地，所以呢，它在裡面大概有670間工廠，有450間要停業了，最長可能停到45天吶。所以接下來這些工人就辛苦，非常辛苦。停45天太慘了。對，而且全國可能會停到800間，所以全國的工厂都會因此受到影響。那你剛剛講，不止工廠受到影響，誰也受到影響？民生啊，老百姓啊，我給大家報告啊，因為現在印度的這個進口的天然氣短缺，所以來對因厝的煤氣壓縮啦，沒有啦，老百姓也在搶瓦斯啊。怎麼辦？你沒有瓦斯，我也沒有瓦斯，為了瓦斯大打出手。這根本就是什麼？每個人都上街去扛瓦斯桶，沒錯，能夠拿多少是多少，還要排隊。人家講搶錢、搶糧、搶人，現在是搶油、搶氣、搶能源，連老百姓都為此打破頭啊！好，那你就說，除了這個以外，餐廳會不會受影響？會，當然，因為餐廳最需要用到煤氣嘛，對不對？你用煤氣，但是你買不到的時候，你知道現在要怎麼變通嗎？改用電磁爐啊！以前最苦惱就中破塞，中破塞一整插仔都要什麼？都要大火快炒，這樣才有鍋氣才香，就看這個一樣。pan共pan安在後加，結果現在是來幫我調到3000瓦快炒，怎麼炒啦？這味道炒得出來嗎？炒不出來，所以現在連餐廳都被迫要用電磁爐快炒。幹嘛看靠？好，接下來我跟大家報告，因為這一波的能源危機，居然有另外一個產業復甦了。你知道賣什麼的嗎？賣牛糞餅。牛糞？對，牛糞在以前的印度是拿來做燃料使用的，現在這一些人呢，把牛糞餅再拿出來賣啦。賣給一般的民生使用啊，當然你說牛糞餅要拿去做什麼？做工業用會不可能，那個熱度不夠啦。那為什麼印度會遇到這個問題呢？你知道印度是全世界第2大的石油天然氣的買家，結果呢，因為這樣子導致它沒有油可以買。為什麼？因為有90%的貿易要經過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峡經貿准都不敢過去啊，導致現在印度就面臨這個狀況。當然不止印度啦，印度的鄰國是誰啊？孟加拉，孟加拉今天被認證說他當時的能源政策的選擇錯誤，導致現在可能會面臨經濟斷滅亡的危機。吳小米，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因為多年前孟加拉在選擇他要使用哪一種能源的時候呢，他跟巴基斯坦選擇不一樣的路。巴基斯坦選擇太陽能，但他選擇使用天然氣。來，你知道嗎？他們該國天然氣的使用的這個比例占比大概占了77%。他當時覺得我就懷疑，因為兇嘛，邊的中東嘛，對不對？對他來講很便宜。結果他壓根兒沒想到會遇到中東戰事，導致他買不到天然氣。好，那我跟大家說明一下，買不到跟別的國家買不就可以了嗎？對不對？可是趙豪哥，你想一下，你買不到，別人也買不到，大家要花錢，價高者得。對啊，孟加拉相對它的經濟 GDP 沒有那麼好嘛，所以它當然就搶輸比較富裕的國家，導致我跟大家報告，這個孟加拉最有名就是它的紡織業，對不對？就等於是它的經濟命脈可能占它的 GDP 快2成啊。好，那現在首當其衝就是他們的紡織業。你知道嗎？他們的紡織業完木4000多間嘛，現在可能面臨這個斷炊的危機，就是說，因為它沒有能源可以使用，所以你原本在紡織廠裡面聽到這麼噠聲，現在都沒有。孟加拉因為錯誤的能源決策，所以可能導致它的經濟會是中東戰事首個窒息的國家。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